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代替教主感冒说不了话的 AI 语音林小北。今天另一个执政官九代旗技能爆料出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最后再聊一下各兵种现状。这支新武将的天赋是骑兵驻防防御，大招怒气需求1000，单体2300，3秒内受到击伤负10%。一方面单体，一方面免伤数字给的不是很夸张。二技能攻击20，驻防时受到的反伤降低15%。这个受到反伤注意一下，和扛围殴关系不大，因为受到的反伤只会来自于在对 A 的对象。说白了，驻防受到的反伤来自于集结，而其他在围殴驻防的部队驻防受到的是普攻。所以如果改成受到的普攻降低15%，才是对应的扛围殴属性。受到的反伤降低15%，仅仅是让在 A 的对象的反击降低15%。3技能防御15，驻防时每次受到普攻10%概率使自身部队再释放一次大招 ，CD 10秒。这个技能看似受到围殴时能抽奖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使自身部队再释放一次大招，而大招是对目标部队释放的，所以这个2300系数并不会打在围殴部队上，而是打在驻防的目标部队，也就是集结身上，并且有10秒 CD。4技能所有伤害10%，驻防时大招后对周围部队所有伤害加5%，持续3秒，并根据周围部队数量对自己所有伤害最多加5%。由于是被动加成，可以和其他所有伤害叠加。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亮点了，数字给的太低了。觉醒技免伤5%，对目标部队击伤加10%，也是比较简单易懂。综上而言，这支新制驻防骑兵数值给的比较少，有种女骑除了大招系数低，其他技能都比它好的感觉。女骑换防还有移速，并且作为现今版本的驻防，它居然没有一定的扛围殴属性，而技能模组给的更多是对于集结的伤害。那么结合转盘武将贝利 P， 唯一能脑补出2支武将有用的场景，就是埃及里埃利塔守小建筑贝利来为集结。因此如果你不是注重联赛的玩家，这2个武将明显都可以跳过。可以说9代骑是最没有诚意的一代骑兵了，辜负了大家的永远相信。加上骑兵集结现版本最捞，新骑兵无论集结驻防野战新天实力都不够看，后有新重击步兵的压力，可以宣布骑兵再次进入至暗时刻。看得出从23年周年庆版本开始，兵种的定位愈发明确了，步兵独享重击，工兵助奥，骑兵负责单体特化。骑兵由于前几代的逆天设计，在野战泛用性上遥遥领先，现在不得不高开低走，做出空白的一代。9代骑的原地踏步，肉眼可见的满足不了大家胃口。长远来说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把目光放在步兵身上了。最大的原因是重击伤害的逆天存在，把普攻加成算作技能打伤害过于离谱。同质化一个伤害加成，无疑是对原本机制平衡的破坏。这就好比有个技伤武将每回合能扔200系数的技能，当然也正因为此重击武将的常驻被动往往不会给太多，因为给多了变相就是给很多所有伤害。而工兵的2体系如果每代都是无脑更迭代替，又显得有点无聊，所以跳过了这代骑兵的朋友们，可以期待下一代重击步兵。作为主骑攻的林北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，骑兵还值得永远相信吗？感谢您的观看，拜拜！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